一生的美好为你而已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多么干净。手相握，眼相看，温暖气息。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谜，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。1000次轮回里要找到你，手相握，眼相看，潮来潮去。多少的结局都随风散去，我和你天和地，生死在一起，哪怕会分离，也要努力。多少的期许刻在石碑里，我和你天和地，注定的相遇，哪怕要放弃，也要珍惜。果然是有几分耐性，难怪能走得动通天的路子。不过你给我记好了，我杨婉秋可不管你是什么楼上氏还是长公主的人，一律一视同仁。哼，刚进宫就跟别人争执，不要以为你身后有人撑腰，就可以得意轻狂。姑姑，不是我，是阿碧。住口！你是不是也想像阿碧那样吃几个耳光？我告诉你，你们都是奴婢，进了宫都是来服侍主子的。以后你给我待在这个用情院，好好的学习宫规，好好学习怎么说话做事，好好学习怎么侍候主子。你本来就比别人晚来半个月，要再不好好用功，到时候考试通不过，你就给我收拾包袱回家吧。是。陆贞，哎，快过来啊！我们一直在等你呢。哎，别理那个阿碧和陈秋娘。那个陈秋娘一听说阿碧的爹是个大官，就天天在他跟前献媚。哎，你就住这张床。谢谢你啊，阿宁。谢什么呀？我们在宫里待了半个多月了，每天啊卯时起，戌时歇，除了吃饭喝水，都是到大殿练手艺学宫规。哎，你快跟我说说，最近外面都有什么新鲜事儿啊？也没什么，我就听说外面啊，好像在流行一种。下面我让阿紫给大家做个示范，来，听我口令，1、2、3，走。好，在他的身上所犯的错误就是手搭错了。我说过，一定要左手搭在右手之上。来，再来一遍，1、2、3，走。好，膝盖一定并稳了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动作慢点，手抬高。好，就这样。好。
哎，你们两个站好位置。谁这么不小心？姑姑，刚才突然一阵风吹起帘子，那帘子就把蜡烛给碰倒了。哦，还不赶快把这给收拾了？是，谢谢你啊，没事。那个陆贞的确是很聪明，虽然来得晚，可学得挺快的。你看他端茶的时候，3根手指头就拖得稳稳的，一看就是从小被教过的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刚刚倒水的时候，偏偏又故意洒出来不少。宫女们出身不错的，的确不少，但是像她这样故意装笨的倒是不多。不管怎样，咱看看，看她到底耍什么花样。哇，这香啊，怎么是龙？哎，你们看，这根香的烟怎么那么像条龙啊？是啊，真新鲜啊！真没见识，龙涎香都不知道啊？谁说我不知道了？你要是知道，那你告诉大家，这龙涎香是哪儿来的？这不是龙涎香，这叫龙纹香，是东海国的贡品。龙涎香的味道还要更辛辣一些。看见没？陆贞可比你厉害多了，你才是没见识呢。就是啊，看谁的香，厉害。陆贞，今天这么晚呀？是啊，还有好多事没做呢。我洗好了。啊！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快点来人，把蜡烛点上。陆贞，你洗好没有啊？还没呢，不过没关系，看不见也能洗。哎，陆贞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东西吗？你看，哎呀，没关系，可能是我打错水了。怎么可能是打错了？一定是有人故意整你。谁干的？看我干嘛？没谁要整我，是我想逗逗大家开心。好啊，陆贞，你敢整我？看我抓住他，来人抓住他！真是太不像话了，要不要我进去管一管他？算了，都是些小姑娘，现在她们能笑，总是好事。等到以后有一天她们连笑都笑不出来的时候，也就跟我们一样，全都老了。这个陆贞还算是有点分寸。那当然，要不然楼上事怎么能特意把她送进来？我帮你擦擦啊。奴婢参见上仪大人。用情院那帮小宫女现在怎么样啊？禀大人，正在进行最基本的礼仪训练。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陆贞的？是，这个陆贞啊，人很聪明，而且进步很快，我觉得是个好苗子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不够聪明呢？奴婢愚昧，还请上仪大人教训才是。她长得像谁？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？恕奴婢眼拙，她长得的确有3分像贵妃娘娘。这种人要是留在宫里面，迟早都是个祸害。奴婢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奴婢告退。就算得罪长公主，这个人也不能长期待下去。给主子献茶的时候，茶盘得过头顶，手腕要直，手指要把茶杯端得稳稳的，就像这样。好，来一遍。好，现在我就要往茶杯里加水了，大家一定要把茶杯端稳。
怎么了？这就端不住了？不是，姑姑，我还端得住。姑姑，好啊，陆真，你不认真练习也就算了，还摔坏了这么贵重的月瑶连珠杯，我看这宫里是留不住你了。姑姑，陆真知错了，但是这个杯子根本不是月瑶连珠杯。您看，它胎色发黄，釉面粗糙，还有这么明显的冰纹，一看就是欧窑最平常的瓷器。这种杯子市面上大约50文钱一个，陆真愿意赔偿，只求姑姑您别赶我出宫。你出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是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。你也是宫里的老人了，怎么办事这么毛躁呢？行了，大家先休息吧。是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宋姑姑好像故意在整你啊？我也不知道我哪儿得罪她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留在宫里，死也不能离开。哎呀，累死了！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哎呀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哎，谁干的？哎呀，我的被子也湿了，我的也湿了。怎么回事呀？看，怎么搞的？谁干的？你说为什么要浇湿我们的被子？不是我干的。阿碧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是陆真干的？那为什么全屋人的被子都湿了，只有他一个人是干的？就是呀，对呀，就是他干的，谁干的？对呀，就他的被子还湿。就是他干的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我刚才明明跟你们一起进的房间，哪有时间浇湿这么多的被子呀？啊！大晚上的，你们吵什么呢？姑姑，陆真把我们的被子浇湿了。我都说了，不是我干的。你拿什么证明不是你干的？姑姑，公规上说过，无证即无罪。你不能单凭起床湿被子就断定是我干的呀。我要见杨姑姑，请她过来评评理。杨姑姑，杨姑姑那么忙，有时间管你们这种小事吗？陆真，你深夜吵闹，影响大家休息。今天晚上我就罚你去净房，打扫干净所有的马桶。可是，是，但是，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换几床干被子？好，这你放心，每个人都有干被子盖。那么今天晚上你就去净房睡了。高展，你在哪里呀？在这里好辛苦。
陆贞，陆贞，给姑姑请安。这是你写的吗？这肩架结构倒是有几分意思。只是胡乱写写。高兴在我大齐是国姓，以后不可乱写。哦，是。昨晚在静房待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姑姑。嘴还挺硬的。行了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，你回去跟大家一起练习吧。是。哎呀，什么东西那么臭啊？我们都闻不到，谁鼻子那么灵？不会是狗鼻子吧？陆贞，你给我过来。陆贞，这就是你昨晚刷的马桶，脏得跟锅底一样，给我重刷。姑姑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想把我赶出宫去，我明明没有得罪过你啊。是，你是没有得罪过我。是王少仪对不对？姑姑，你至少应该去打听打听，我可是楼上士大人特别恩准入宫的，你这样故意为难我，就不怕得罪别人吗？啊！他这么一说，你就不敢动他了？大人，从陆贞进宫那天，就有人告诉我说他是龙。荒唐！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怎么轻轻松松就被一个小宫女挑拨离间了？怪不得杨婉秋快30了还不肯出宫。你这么没用，他怎么把用情院交给你呀？请大人息怒，奴婢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。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反正10天之内，陆贞必须滚出宫去。这事儿要成，让你轻轻松松嫁人；这事儿要是没办成，最近那个冷宫清静殿倒是挺缺人手的。请上仪大人放心，奴婢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这2天，那个陆贞有没有惹什么麻烦呀？他一天到晚就知道跟那群人混在一起。姑姑，容我多问一声，您希望他有什么麻烦？我呀，就是看不惯他那个轻狂的样子，想好好管管他。阿碧，他入宫那天，你们闹着说他是伪造官籍进宫的，那你们到底清不清楚他的来历？不清楚。那他有没有说过父亲是谁，家在何处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有人说陆贞看起来挺面熟的，还说她长得像海捕文书里的一个通缉女犯，就是杀了人的那个。真的，当时我也拿不准。陆贞还有些不高兴，阿宁还骂了那个人。太好了，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，但凡是和杀人案扯上关联，这种人就绝不能留在宫中。陈秋娘、阿碧，你们愿意帮我吗？愿为姑姑效劳。妹妹，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的在姑姑面前出一把风头，到时候立下大功，没准你就提前当上3等宫女了。姐姐的意思是，我爹毕竟在刑部官居5品，所以当不当什么3等宫女，对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意义。可是妹妹就不一样了，要是这一次你能够啊，你说的对，要是我提前当上了3等宫女，我们家在金凤邻居那边可就更有脸面了。所以啊，妹妹，你得赶快按宋姑姑的吩咐去做，你啊可千万别耽搁了。阿碧姐，你对我真好，有什么好事儿你都紧着我。嗨，咱俩是姐妹嘛，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快去吧。蠢货！之前我吃那么多亏，是不知道陆贞背后还有一个长公主撑腰。现在也只能拿你当枪使了。
上士大人到。参见大人。都起来吧。是。本座只是过来例行巡查一下。哎，杨姑姑，这批新来的小孩子惹你生气呀？上士大人说笑了，此批见习宫女资质尚可，等1月之后考试完毕，就可分出优劣。哦，你，倒杯茶来给我尝尝。是。还行。杨姑姑，你是调教小宫女的老人，果然是没有让人失望啊。好了，你们继续练着吧。是。上士大人，请留步，奴婢有事要禀报。大胆！无妨。到底什么事？说吧。大人，我要告发这个陆贞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是个混进宫来的杀人犯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您不信，我这张海捕文书可以证明。大人，陆贞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上士大人，我的身份您可是最清楚的呀。这海捕文书上的女子只是碰巧和我相似，但是根本就不是我。说句大不敬的话，这天下长得相似的人多了去了。入宫以来，还有人说我长得像贵妃娘娘呢。我要是侵犯，哪敢进宫来啊？再说，这画像上的名字虽然也叫陆贞，可却是大陆的陆，珍宝的珍。世上哪有这么碰巧的事啊？名字一样，容貌也长得这么像。上士大人要是不相信，大可以向长公主府查问。如果确认我是凶手，一定听任大人处置。大人，你别听他狡辩，什么长公主、少公主的，住嘴！竟敢侮辱长公主的名讳，你不想活了？唉，长公主现在又不在京城，你叫我去问谁呀？陆贞啊，你知道你是我亲自举荐进来的，我不信你，还有谁会信你啊？陈秋娘，宫内宫外严禁私相传授。你这份海捕文书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这……来啊，把这个满嘴胡话的陈秋娘拉下去，打她30大板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！大人，我没有撒谎呀！大人，陆贞，刚才我不好意思直接夸奖你，你行动有理，反应灵敏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值得栽培的好姑娘。你好好练习吧，到时候我会带你去拜见太后她老人家，说不定机缘巧合，你就得了她的青睐呢。谢谢大人。上士大人慢走。这个陆贞虽然强装镇定，但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，肯定有什么问题。长公主为什么送她进宫？我猜到了8步。可要是她的身家不清白，腊梅，你好好去帮我查查。是。好了，停下吧。可是这种事，楼上使走了也就算了，难道你真的想把他打死？把他抬出的厢房养伤去吧。是。
陆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都是个误会。就是，我看以后谁还敢胡说。哎，小娘子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走，哥哥请你喝口酒去。走，别碰我！哎呀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放开我！也喜欢你。救命啊！叫什么呀？叫！救命啊！都给我住手！您干什么呢？啊，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啊！大人，咱们哪敢呢？我呀是看这小娘子长得有几分像前几日通缉的杀人女侵犯。哦，说的不错呀，这分明就是那个杀人犯陆真。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。您是内宫里的姑姑，小的瞎了狗眼，还请姑姑饶命，姑姑饶命啊！这几天我都已经仔细调查过了，根本就没有发现那张陆真是杀人犯的海捕文书。大人，你看那个苗，是不是王尚仪那边的人？如此看来，那个海捕文书什么的，肯定又是王尚仪那个贱人，想趁这个机会害我一把。长广王殿下也不知使了什么法子，逼得皇上把我那个国舅叔叔都收了监。太后一生气，连我这个办事的也受了牵连。长公主跟长广王殿下虽然是一奶同胞，但太后还真的挺喜欢他。长广王殿下这病一好，长公主差不多也该回京了，到时候肯定还会再进宫。腊梅，把箱子里头那只老山参包好了，到时候记着给我带上。是。哟，告密的回来了。阿碧姐，我回来了。阿碧姐，我回来了。叫什么叫？前些天还没吃够教训啊？渴了吧？你别害怕，进了宫以后，大家都是伺候人的命，以后就别再互相内斗了。姐姐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别哭了。你倒是挺会收买人心的嘛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哎呦，我还没进门，就看到玉兰花都开了，果然是长公主殿下您进宫来了。母后，清强这么会说话，您还不赏他点什么？他这个贫嘴啊，不就是仗着本宫喜欢吗？才敢成天胡说八道的。秦强，香儿跟着驸马，过一阵子就要到豫州去了。
你说我这个做娘的，还要给她准备点什么呀？哎，这件事我还不知道。好好的长公主干嘛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？这也是哀家的主意。这次我们跟魏国的战事，虽说好不容易赢了，可是也折损了不少大将。驸马是元帅，他不去帮着咱们大齐镇守边境，哀家还能信得过谁呀？只是，可怜我的香儿，也要跟着去豫州吃苦喽。驸马可是堂堂的镇国公，他对长公主又敬又爱，就算去了豫州，还能短了他什么不成？哀家说不过你。来呀，去把皇上送来的贡品都拿过来，哀家要亲自给公主挑点东西。是。香儿，我看这个挺好看的，母后就帮我做主吧。好。哎呀，真好看。公主，您举荐来做宫女的那个陆贞，我已经在好好照顾她了。宫女？什么宫女啊？我不认识啊。哎，过来看看这个。来了。母后，也麻烦您多照看一下阿战，他最近多灾多难的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待会儿你见过皇上，就去修文殿看看他吧。好。大人，长公主怎么会不知道陆贞的事？要不要我先去？先不急，等我找个机会，我会好好的问问她。母后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嗯。恭送殿下。庆强，你跟我走一趟。哀家要去会会那个长广王殿下。战儿，你的身体恢复得如何呀？有劳太后关心，经太医诊治，已无大碍。是吗？最近你受伤不断，哀家一直还在担心呢。前朝的文英太子就是个短命的，你一定得保重身子啊。太后娘娘说的没错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在勤加练习，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宵小之徒对我再起歹心。你竟敢在内宫持剑行凶！正是因为在这个宫里对我心怀歹意的人太多了，皇上才特意允许我剑不离身。哎，对了，不知道太后娘娘今天约我来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好，我们打开窗户说亮话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，才肯放过我弟弟一家？太后娘娘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国舅大人一家子明明是因为谋害我不成，所以被刑部抓去审问的。太后娘娘反要我放过他，难道说，冒以皇姐的名义要刺杀我的人，并不是娄国舅，而是……好了，高湛，你别再装糊涂了。我这次认栽了。只要你肯告诉眼儿，说真正谋害你的凶手是魏国人，不关娄国舅的事，你想要什么，哀家都答应你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只要你不伤害我和眼儿，不谋夺眼儿的皇位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太后娘娘，
虽然你对我屡下毒手，但是我和我皇兄可以说是手足情深，我绝对不会对他起杀意。只是，你必须从此收手。好，只要娄国舅一家平安出狱，我保证，从此不再对你出手。以何为证？我可以对天发誓。我记得你也曾经对天发誓，要和我母后做一辈子的好姐妹。可是最后，她还不是死在了你手里。哀家以眼儿的性命发誓，如果哀家食言，老天必降祸于眼儿，让她活不过30岁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现在就去跟皇上陈述国舅大人一家的冤情。不过你给我记住了，我现在手中还有当时娄家杀手掉落在现场的腰牌，如果你一旦食言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翻案。长广王殿下还用得着翻案吗？你刚刚已经践皮哀家了。等等，你借着戍边的名义，把徐驸马和黄姐支去了豫州。我知道，你是想分走我的势力。现在木已成舟，我也不需要你马上收回成命。只是，我希望我黄姐可以随时回京。这是当然，本来我也舍不得香儿。还有，既然你支走了徐驸马，我觉得你应该把军国大事的决断权力全部都交给皇上，而你呢，就去仁寿殿颐养天年，别再劳心国政了。太后娘娘，情况如何？他答应了放你叔叔和你堂弟，但是哀家也被迫答应，以后不再对他下手，而且必须马上还政给皇上。这怎么行啊？谁叫我们娄家没有本事，让人家抓住了把柄？算了，反正朝中6成大臣都听我们娄家的，哀家还不还政，其实也没什么两样。但是以后我们对付高湛，肯定要比以前更加隐秘，更加小心。还好，他现在是储君，必须住在宫里，比起以前做亲王的时候，下手更方便。对了，玉鞘那颗棋子可以开始用了。是。徐显秀那儿最近有什么动静？还没有。长公主那边一切都好，就是曾有个宫女。宫女？啊，对了，新进宫的那些妃子，皇上有没有临幸过呀？还没有。萧贵妃到现在还没有召见过他们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是她代行皇后之职，按宫规，没有她的凤印和召见，任何妃子都是不能给皇上侍寝的。荒唐！她是不是太得意忘形了？拿着凤印，就忘了谁才是后宫地位最高的女人了。传我懿旨，3日之后，在青云阁设宴，宫中所有妃子必须出席。到时候等他们都出现，就算和皇上谋过面了。然后，你再想个办法，让皇上一个个的召幸他们。是。对了，你刚才说，长公主有什么宫女啊？没有，奴婢只是最近在着力培养一个长得有几分像贵妃的宫女，希望皇上以后能够对她有些兴趣。只不过，她才刚刚入宫，那就等她礼仪娴熟之后，再带她来见哀家吧。哼，现在我不能明着对高湛。可只要眼儿有了自己的皇子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改立储君。大齐的江山必须稳稳地掌握在我们娄家手里。殿下，你真的相信娄氏的话？他这次竟然敢用皇上的性命来发誓，估计最近是不会有什么动作了。但时间一久，
他一定还会故技重施。钟叔，这次多亏了你能抓住娄国舅的儿子，要不然我也没有机会去威胁娄氏。哎，不敢当，那是殿下你洪福齐天，我只是凑巧发现他突然丢下红袖楼的头牌不管，匆匆出城，我就一路跟踪他，才能在王庄找到你，所以我能及时赶到。钟叔，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吗？你是说陆姑娘吗？我们的人已经找了3、4遍了，眼下冬天临近，猎户们说会有不少猛兽出来觅食啊。是我害了他，但不知怎么的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。谢谢。长广王殿下的车驾来了，大家跪下。太后召开此宴，无非就是想找个机会让臣妾尽快接见各位姐妹，以便皇上照信。又是风，又是雨，妹妹不会进了宫还想着怎么着风雨丽嫔娘娘的绣花鞋是谁绣？是奴婢做的。太后赐你御酒一杯。其实这次绣花的事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陈秋娘。